粉成雪，照亮明月，繁花谢，才叫做深夜。伴着三生草，白露是荒野。青丝一杯尘肃然，唯白发不减。往事似浮云常过眼，那一朵香当时笑颜，映在我梦里的世界。酒一杯，江河流日夜，人自寂寞，只剩了一片。歌无限，寂寞却不绝，一生不觉，问三生是否才能。你真的没有看错？易连凯又去见了程老爷子，而且回来的时候还带着程允之。一点没错。程允之进了易连凯的房间，手下多了不少人，比我们守院的还多2个。这就奇怪了。这茶汤的颜色如此浑浊，一定是往里面兑了东西。真没想到我这师弟会用如此不入流的手段来对付我，还以为我察觉不到。我去找程老爷子。哎，先不要声张，到了去吧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如果这事儿我们不告诉程老爷子，那易连凯说不定还会用什么低三下四的手段来暗算你呢。你又错了，怕就怕现在程老爷子已经默许易连凯来害我。这易连凯在和我交锋之时故意藏拙，但却趁我不备之时私下去找了程老爷子，一定是用什么样的条件打动了他。唉，真是失策呀。哼。程允之去了易连凯的书房，一定是去密谈了。说不定现在程家和易家那已经是联起手来了。虽然程老爷子现在没有开口，但是要趁他们不备之时，咱们必须马上走。你现在要走？离开了程府，你就把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。要是再找庇护的话，可就难了。现在外边是四面楚歌，这里边是十面埋伏。我为了我自个儿这条命，我必须要赌一下。你有几成胜算？3成吧。3成你就敢走？不如留下来参详参详。我们不动声色，让他易连凯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能气定神闲的来劝我？程老爷子上次，明明还主意于我，可是下午易连凯去找了他一趟，他就改了主意。唉，这个人的行为举止绝对不能用常理去推断。我们逃走的计划周详，他想害我的计划会更周详。趁他们还没有准备好，必须马上走。那程老爷子那边呢？他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赢了又能怎样？
那赢了天下还是别人的天下，可是输了，那命是我自个儿的。我绝对不会为了我自个儿的命去冒这个险。兰婆，帮我报了杀母之仇，其他的事情我都不跟你计较。我只希望，在芙蓉才死后，你可以放下仇怨。母亲，望您在天之灵保佑，让那个芙蓉才不得好死。果然追来了，快，开快一点！哎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师兄，怎么走得这么急呀？还没跟师弟道别呢。你跟我有什么好说的？我跟师兄要说的可多了。首先要感谢师兄拱手相让和程老爷子合作的机会。有你小子的啊！声东击西这招不错呀。这招可不是我出的，师兄夸奖了。我在师兄眼里一直是一个草包师弟。这招是我妻子出的。秦桑，想必让师兄对程老爷子起疑心的是那壶茶吧？小桑认为师兄胸无点墨，却在程老爷子面前班门弄斧，想给师兄你点颜色瞧，所以派人往那茶里滴了滴墨，给师兄补一补。师兄，你喝没喝那壶茶呀？师弟，咱们好歹也是在师傅门下学艺那么多年了，起码得念一下兄弟情谊吧。兄弟，我已经有2个了，足够了。师弟，师傅当年一直就希望可以帮你谋夺江左大权，你难道就对那大帅之位一点想法都没有吗？只要你有这想法，我这做师兄的一定尽我毕生所学，助你一臂之力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师兄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该是我的就是我的。我想要的东西，我自己会尽力去争取，不需要你帮我。你那点小聪明，我早就摸透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答应你，我退出江湖，我再也不出现了。师傅的位置我不争了，李大帅那里我也不待了啊！我隐居山林，我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了，好不好？咱们好歹同门师兄弟这么多年，我相信师傅在天有灵，也绝对不希望咱们同门师兄弟自相残杀吧？啊！也对，我也不想杀你，脏了我这双手。但是不杀你，我留了你这么多年，你给我添了多少麻烦？啊！
天意啊！老天爷想灭我，我没办法，我认栽。我什么都不说了，你杀吧。走了，那快去找啊！那么多人看着，还让他走了？你派去的护卫干什么去了？父亲，您只说不能让易连凯接近傅荣才的房间，可您没说不能让傅先生自己走啊。我们如果不让他走的话，就是囚禁呢。哎，你还跟我计较这些？马上派人去找，万一被易连凯先杀了。不好意思，老状元，程大公子，芙蓉才已经被我给杀了。你，父亲，父亲您先坐。先出去，把门关上。我和叶三公子要密谈。叶三公子，你好大的胆！芙蓉才是住在我城府的客人，你竟然为了你那个夫人不顾我的颜面，堂而皇之的杀人！你真的当江左是你一家的天下吗？自古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老状元，您全都说错了。我哪里有错？程老爷子，芙蓉才作为你们程家的客人，可走的时候连声招呼都不打，在你们城府里随意的进进出出，分明是把城府当做了他自家的别院，这才是给您丢了颜面。再说了，您听到我在城府开枪的声音了吗？我不是在城府里杀了他，是他在出了城府之后，我派人跟着他，然后杀的他。除非您说整个雍南都是你们程家的地盘，他傅荣才在雍南各个地方都是客人，这才说明我得罪了您。巧言善辩。原来三公子之前的木讷都是装的。程老爷子，您过奖了。就算我不管你，这雍南有警察，有新闻记者，各方的势力都可以拿你杀人这事儿大做文章。到时候你可能能逃脱，不用坐牢，但堂而皇之的杀人，光是这一点就够你们一家吃一个大亏。你别忘了，天盟会还盯着你们呢。所以啊，程老爷子，我杀了人之后，第一时间来通知了您。现在知道我杀人的，就只有您和大公子。在江左，只有义李两家势力。现在傅荣才死了，你的一个买家没了，就只剩下我这个买家。如果您要继续追究下去的话，没问题，我就坐在这等着被人抓，大不了生意不做了。当然了，您也可以回去找李重年。不过，他派来雍南的2个人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这里。李重年可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，难道程老爷子敢跟这种随时会在背后捅刀子的人合作吗？好啊！易继培没有生错儿子，范先生也没有看错人。你比他们2个加起来还会讲价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这些年，
日日夜夜，每次梦里深处，都是我娘的影子。这下仇报了，我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了。连我娘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得到安息。谢谢你，兰博。我帮你报仇，不是为了一场感情的交易。收拾一下东西，给老庄园祝寿。大嫂，哎，烟云，快坐。你这干嘛呢？你这是担心腋窝里有什么东西把大哥给硌着了，挑那么认真啊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这种费力又伤眼睛的活儿交给下人就好了，这要让大哥知道了，肯定心疼死了。你这张小嘴啊，里外都是你。你怎么今天没去忙啊？还行吧，最近不是特别忙。以前啊，看着二弟忙军务，看着你忙校务，你们俩呀，就像太阳跟月亮，你升起来了，他又落下了，好像老也见不到面。这下好了，现在都闲在家，好好聚一聚，抓紧时间生个孩子，我给你带。行，回头啊，我也弄点燕窝，弄给云溪吃。这就对了，我教你。父亲，这是老三那边从雍南传过来的一些消息。程家一直还是摇摆不定，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李重年也派人过去，程老爷子这只狡猾的老狐狸，是要开个好价钱。我倒是要瞧瞧，老庄园这块金字招牌，程家能扛多久？现在只能看兰坡在那边的应变了。怎么了？最近你研究起这些西方的小玩意儿了？哪是我呀，是云溪拿过来的。最近他老是过来找我讨论一些关于军队改革的事情。我让他修身养性，是希望他知道，在这乱世之中，打打杀杀不过是一种手段，要学会审时度势，不是一意孤行。他怎么就学不会变通呢？欲速则不达，相信他会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。不过这些书啊，也不是白看的。你没事吧？没烫着吧？啊，没事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在我身后。都是我自己不小心的。你先别动，我先把这收拾了啊。你小心点啊。我这双手除了拿枪，什么都不会做。云溪，我们两个可以离开易家，我们可以一起去办学校，我们还可以教书育人，让更多的孩子学习到知识。我们还可以去。燕云，我是姓易的，父亲已经慢慢变老了，大哥我下不了地。
老三呢？对军事方面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如果我再放下枪，这江左就乱了。咱先不说这个了。刚才父亲找我，这些东西你别动，我让下人来收拾。我先去一趟啊。程老爷子，我们代表抚远易家，给程老爷子祝寿。看来你们易家越来越懂得做生意了。难道程老爷子连这点小甜头都不要吗？当然要了。打开让我看看。希望程老爷子像这个风筝一样，扶摇直上。风筝，就认风筝。父亲，父亲，程老爷子，父亲，他刚刚醒来，又吐了一口血，总算是把淤血吐出来了。现在老爷子昏睡过去了，脉象也比较平稳了。大公子，还是先等一等吧。好，这就好。大夫，请你一定要全力医治我父亲，千万不要吝惜药材。放心吧，医者仁心，我一定会尽全力的。你送我父亲风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想警告我们程家不可飞得再高再远，在地上都有你们易家这根线在牵着吗？程公子，这话你就严重了。我是真心实意想跟你们程家合作的，但程公子如果把我想得如此不堪，我也无话可说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是有人跟我讲，雍南的民俗在做寿的时候送口哨风筝，风筝线以9仞为尊，所以我才会送这个风筝。真是可笑。你算算，1仞不过7、8尺，9仞也不过72尺，这么短的线，如何放得起风筝？易公子，你不会是拿这种莫须有的理由来蒙骗我吧？此话是江左名媛闵红玉所说，风筝也是他给我的。如果你不信的话，我可以把他叫过来，你们当面对质。你说的可是那个花名在外的闵红玉？没错，就是他。我还觉得奇怪呢，他身在江左，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圈让我来送这个风筝？难道他跟你们程家有什么渊源吗？哼，我父亲怎么会和这种下九流的戏子有任何牵连？既然程老爷子都不认识送风筝的人，你我在这里争执有什么用呢？程公子，风筝的事，恐怕我们也是被人利用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等程老爷子醒过来，再当面对质，我们也好图个心安。好。那风筝真的是闵红玉让你送的？他究竟是什么目的？他跟程老爷子到底有什么仇怨？我要是知道的话，就不会送这个风筝了。现在只能静观其变了。傅荣才，傅先生，快！像壁虎一样断尾求生，还能笑出声来，傅先生真是让人敬佩。其实我这笑里边有很多层意思。这首先
就笑自己太轻敌了，自诩为天降神兵不可一世。但万万没想到，我居然败在了一个女人手里边。你说的是秦桑？对，就是她。原本我一直以为这个女人就是易连凯抢过来玩玩就算了的，但真没想到，这女人居然心机如此之深。轻视女人是你们男人的通病。也许吧。还有，我就是笑易连凯，他太大意了。但凡他再多坚持几分钟，我肯定会浮上水面换气，到时候他就可以一枪打死我。即便不把我打死，我也会被水淹死。但是，他一看到有血迹，就立刻放弃了，回头向小娇妻去邀功。我就这样活下来了。这难道不好笑吗？他这么爱秦桑，秦桑要是知道了事实，他们恐怕一辈子也见不到。没错。还有一件很值得我高兴的事，就是我跟对了人。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李大帅安插在易家的人居然是你。你闵红玉可是江左第一奇女子，你居然可以服务于李大帅，这难道不是一件可以值得高兴的事吗？应该是我多谢傅先生相助重年。怎么样了？你怎么还不走？你赶我走？既然傅荣才已经死了，就按照你之前说的，尽快离开雍南吧。可是你送给老庄园的风筝已经让他吐血了，他们会报复你的。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。当然有关。如果我走了，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连给易家通风报信的人都没有。还有，万一那个程允之他想下手暗害你，看我还在这里，他也不敢轻易动手。哼，他程允之也不是什么孝子贤孙，就算他爹出了什么事情，他也不会怎么样。我们易家依然是最好的买家，他也不会贸然出手伤害我。只是这风筝的事情，我就要找闵红玉问个清楚才行。要问，当然要问个清楚。只是，我们已经得罪了老庄园，现在能不能出这个城府都不一定。怎么办？那就睡觉吧。怎么睡？好好睡。你要是敢走的话，我就把你丢到门外去。一位强攻是能克敌制胜，但也要做好全身而退的打算。因为敌人不单只会出现在你眼前，
爹，我就是想知道，为什么去庸南的人不是我？你跟老三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他从来不去问为什么，你却事事寻根逐末。这世上最不能讲的就是个理字。你不要以为你在外面立了军功，就可以在我面前指手画脚。你还没有这个资格。大帅今天红光满面，一定是赢了个痛快啊！让利一寸，得利一尺。想做英雄，就要胸怀大志，富有良谋，要有包藏宇宙之机、吞吐天地之志。只逞一时意气之争，又有何用？大帅，这又生了什么气啊？剑术不精，可以慢慢教吗？父子之间不记仇的。云溪，快点，快跟你爹认个错，告诉他你会改的。哎，大帅，怎么回事啊？玩击剑，怎么还玩到发脾气啊？这怎么戴着头盔还能伤到脸呢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别问了，舅舅，没什么大事。都说是娘亲舅大，你这是拿我当外人呢？云溪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拿下去我不活。来，给我。爹。好了。爹，你就别再为易连凯这小子的事生气了。一个黄毛小子，能拿我怎么样？我只是想知道，他背后还有什么人等着坐收渔翁之利。李重年派来的人已经被他赶走了，我们程家不能两边都得罪。易家派易连凯而不是易连胜来为您祝寿，这分明就是瞧不起我们程家。那易连凯只是个虚张声势的狂妄之徒。爹，以后易家的事你就不必挂心了。倒是李重年那边，我觉得有必要去一趟益州，会会的。他们来给我祝寿是敬，你去找他们是求。我们程家能在乱世中生存，并不是因为我这块老招牌，是因为我们手中掌握着庸南的经济命脉。你去把易连凯找来，我要跟他当面谈。好吧，那我叫他过来。哎，云溪。你干嘛躲着我呀？哎，你这脸怎么了？啊？没什么事，刚才击剑的时候不小心伤着了，没大事。知道疼啊？是不是大帅又发脾气，打到你了？你就是这样，每次大帅发脾气扔东西的时候。就你不躲，你看看人家兰坡，一看大帅那样就跑，唯独你死心眼在那等着挨打。没事儿，爹呀，心情不太好，总得让他发泄一下吧。你都多大了，他发脾气也得有个深浅吧？这万一弄到你眼睛，又得像大哥一样落个残疾怎么办啊？烟云，别说了，这又不能怪爹，这是我的宿命。什么叫宿命？寻常人家的儿女都能好好说话，易家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就不能把话说清楚？为什么非要让你们俩猜来猜去？
这个江左给了谁，不都是姓易吗？颜云，话不能乱说。是，我不说。我爹为了易家鞠躬尽瘁，身死他乡。我不能问，也不能说，我甚至不能找出凶手是谁。现在把你拘在家里，以为是要委以重任，却每天要忍受他的喜怒无常。难道他要把他的每个儿子都弄得像大哥一样，他才罢休吗？是，大哥因为腿，所以忍着。可是你为什么要忍着呢？颜云，不要怪爹。爹年纪越来越大了，而且会一天比一天老，身体状况也不如从前了。我不一样，我还年轻着呢，我将来有大把的时间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找到凶手，为岳父报仇的。我们还要等多久？和三少爷交手受伤，还能如此坦荡，想必你在程家也是安排了很多钉子，等他踩吧。其实这小子就是自作聪明，以为自个儿棋高一筹。至于最后鹿死谁手，等着瞧。这一路过来，有没有发现雍南城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明明是晴天，却有很多人打伞，而且都是精壮的年轻人。看来这雍南城里边马上会有一场狂风暴雨。至于这程家能不能在这场狂风暴雨当中屹立不倒，那还是一个未知数。这个热闹我就不凑了，还是让易老三来趟这滩浑水。哎，对了，闵小姐，我觉着你应该离开这是非之地，跟我一块回益州。洪玉难得回故乡，总有一些旧人要见。这是雍南的特产油豆腐，李帅最爱吃了，麻烦你帮我带给他。闵小姐放心，是谁让你把这个9刃风筝送给我的？是一位生在雍南的故友告诉我，他们家乡的习俗是在拜寿的时候送一个9刃风筝。那你那位朋友跟你关系如何？关系还不错。你的故友与易家相比，哪一个更重要？友谊之情和家族命运不能相提并论，但我不知道这和9刃风筝有什么关系。好，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，事成之后，我程府甘当义府的粮仓。爹，你居然为那个无名之人赌上我们程家的前程！住口！老状元请讲。替我杀掉送风筝的人。你们有一双灵巧的手，沏出来的茶都是这么醇香。我们不一样，他心里有你，你心里面也可以有我。10几岁的时候，在那高墙里，我最爱做的事情，就是坐在阳光下面，闭上眼睛，想象自己长出翅膀，飞过城墙，掠过街道，来到那山林中，无拘无束，尽情地奔跑。
现在我害怕，我害怕再回到那个高墙深院中。如果再回到那里，我怕自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。我可没有逼你啊。在江左，玄乐使易继培，易帅的一句话就可以左右人的生死，又有几人能不怕呢？我是想让你去享福，不想你那么操劳。能操劳才是最大的福分。倒是老帅您如果愿意到我这里，我可以天天为你沏茶喝。要是我天天在这儿，江左还能姓易吗？你有3个儿子，江左怎么就不能姓易？请夫人回房休息吧。今晚我如果没有回来的话，你要想办法离开程家。好了，我要走了，很快会回来的。小心。随风飘零，像是藏不尽的曾经。爱情不过是一场输赢，天下为你一人无情。你的心化作约定，像是听不见的驼铃，到头来都是羁绊人心，前世今生翻涌不停。我锁你锁心，锁不住梦醒，一生不定天涯无垠。我放你放弃，放不出决定，来世再浮生安心。天不平，远近的空气，到不了你的骨体。哦，爱与恨不断在交心，锁不住的宿命。我锁你锁心，锁不住梦醒，一生不定天涯无垠。我放你放弃，放不出决定，来世再赴